有些姐姐们来找对象，我真是伺候不了了啊！这大过年呀，这血压也没降下来过。有一位79年的离异不带孩子的女士啊，上午来找我找对象了。那身高啊，大约在160左右，身材偏胖一点，短发。一上来就跟我说呀，要找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不能低于30万。看这架势啊，没点实力啊，那说不出来这话呀。我问啊，大姐你是在哪高就？她说啊，打零工。这3字一出啊，哎呀，我那脑神经啊都没转过弯啊。大姐慢慢的介绍了下自己啊，目前在热力公司里做后勤工作，年薪在3万左右，离异3年多了，有一女儿12岁跟着前夫，初中学历。说到这儿啊，还特地强调了一下，自己已经考上了成人大专呀，这明年就可以毕业了。毕业之后呀，会考会计啊，考本科等等。现在是有车有房有存款5位数。说完跟我叹了口气说呀，哎呀，现在这年头啊，婚姻啊靠爱情那肯定指望不上啊。他前夫在物业上班啊，一个月4000多点，这老婆孩子呀都跟着喝风。他整天啊抱怨这男人没用，这抱怨多了，俩人就吵架啊，最后就离了，房子给了他。说到这儿啊，就凑到我眼前跟我说呀，哎呀，我看你粉丝挺多呀，这有钱男人的资源你肯定不少。我想明白了啊，为了我和我女儿啊，我也得找个有钱的。听得我那池子里的王八啊都忍不住怼呀，你大白天做梦，你不要脸了你。这位大姐呢还一个劲儿的滔滔不绝呀，说男方一定要在170以上，50岁以内，学历本科以上，做生意的老板啊，年收入啊最低30万，未婚或者是没生过孩子的。他说啊，自己做不了后妈，但可以给男方啊再生一胎。最后补充了一下呀，接受姐弟恋。哎呀，听得我那血压呀蹭蹭蹭直拱啊！我跟他说啊，先不说50岁未婚还没生过孩子的老板有几个啊，就算有，你自己都44了，缺油缺水缺电了，给老板生孩子都费劲了吧？这位大姑娘听完呢，那直接回怼我呀，哎，你可不能这么说啊，那新闻上呀60岁不还能生2个吗？再说了，我就算生不出来了，我不是还有个女儿吗？过继过来给她，以后啊给她养老，她这不是啊白捡个姑娘吗？这顿输出啊直接给我干懵了啊！人家当老板缺你闺女给养老了？就你这思维方式啊，那小脑啊指定是离家出走了。我说你这是来找对象还是来做梦来了？人家老板呢凭什么要娶你啊？是你调好盘量，还是能给人生个大胖小子？就算你是辆法拉利，这40多年了，你修发动机他也没配件了吧？人家都当老板了，这身边不得好多年轻姑娘？娶了你怕这死了棺材本都不保了吧？他听了就开始不爽啊，说自己的优点很多啊，会做饭，会收拾房子。另外呢，他经历过婚姻啊，更懂得婚姻的重要性。听到这儿我就气不打一处来呀！你上段婚姻嫌贫爱富，自私自利，一屁股屎还没擦干净呢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还没说完啊，他就不愿意了，怼我说呀，这现在光棍多了去了，3000多万呢，2条腿男人那么多，这女人啊想嫁她怎么都嫁得出去啊！哎呦，听得我呀，是呀，人迪拜大王子还光棍的，你这不是大白天做梦异想天开吗？想要嫁得好啊，首先自己得优秀，没事减减肥啊，去脂去油，多培养一点生活爱好，不要总是围绕着男人转，多点自立能力。想找30万的，自己先达到个10万，凡事都得讲究门当户对，再去改改自己傲慢的脾气，小鸟依人一点，不然呢要啥啥没有，还5大3粗的，老板娶你回去都得费大米。今儿且这王八我不要了啊，换刺猬看门，这种人再进2个就给炸出去。相亲啊，你得识时务者为俊杰。这聪明点的人啊，他都会很幸福；不聪明者后果自负。有一位姑娘来找对象呢，气得那池子里的王八们啊都撂挑子不干了呀。她今年30岁，身材匀称啊，这个颜值打6分，本科学历，在私企做策划的，父母都是农村的，有一个弟弟。她来找对象，想找一个工作体面，年收入30万以上，有车有房的。我忙活了一上午啊，给她介绍了好几位。这第一位男士呢是大专学历啊，自己开房产中介。这个大高个还很帅啊，比他小1岁，年收入啊在30个左右。他说不行，学历太低，工作也不稳定。我给他介绍了第二位，哎，比他大了4岁，硕士学历，公务员，年收入在8万左右，有车有房啊，父母都是老师，就是这个个子不高，165左右。因为确实有短板嘛，个子不高不好找对象，但整体条件啊确实优秀。人这姑娘一听啊，不行，年龄太大，哎，个子太矮，出门让人看了笑话。哎呀，听完我是真头疼了呀。你搁这儿买东西呢，货比三家，人条件要是都让你满意了，家里边还富得漏油，那人家找你干嘛来了？人家这条件完全可以找个更好的吧，但多看你一眼都得上那眼科医院里去矫正斜视，好吧？这姑娘呢又哄又撒娇的让我再帮忙推个。我呢又给她找了一个同岁的事业单位上班，哎，父母都是公务员，小伙长得很帅，
这姑娘一眼就看中了呀。结果呀，联系人家男方之后啊，人就回复了一句啊，女方家庭条件太差了，不考虑。就这么一句话呀，这姑娘愣是把这个男士啊给数落了半个点，就是一副我看上你了，你凭什么看不上我？数落完问我呀，他凭什么嫌弃我家条件差呀？这问题问的呀，我也是无语啊。我家要是这条件啊，我都嫌弃我自己，那别人凭什么不嫌弃我？结婚不是共同进步，起码也是搭伙过日子吧？人家条件也不差，干嘛要找个拖后腿的？这姑娘听了不愿意啊，说男人比女人多了3000多万，好多男人都找不着老婆，怎么还挑女人条件呢？听完我说人这3000万呢都在农村呢，你去不去啊？他说不去，我要看家庭条件的。哎呀，就因为男方嫌弃他家条件差这事啊，和我愣是叨叨半个多点，最后我是委婉拒绝把他送走了。家庭条件差的女孩，你要是进入相亲市场，一定要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千万别想着哪个条件好的男人和你结婚呢，不会看你的家庭条件。谈恋爱可能不会在意家庭条件，但是结婚会，毕竟条件好的男人，人家也不是慈善机构啊，谁结婚都希望是锦上添花，而不是雪中送炭吧。穷女孩想要嫁得好，一定要付出更多，你需要有足够利他的属性，比如说性价值，你年轻漂亮身材好；经济价值，你足够优秀有一定的社会地位，要么你可以提供情绪价值，对吧？体谅、关心、理解他人，让人和你相处的开心舒服啊。相反，你啥也不提供还闹脾气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呢？相亲大家都是权衡利弊之后才决定要不要和对方相处的，这过程它本就合理合法，你难受别人怎么嫌弃你，那你自己就找个犄角旮旯里哭去，别抱怨。你这还没开始找对象呢，就拿一些客观存在无法修正的毛病挑事儿，就这个人品，要处对象的话，后面都是坑，鸡蛋里边挑化石是找茬，你真是挺伤肾的啊。最后呢，给大家放个教育片啊，找对象别贪，不然你啥都捞不着。今天上午，一位38岁的大姑娘来找对象啊，要爱情要物质，列出了8条择偶要求，惊天地泣我门口的那刺猬。姑娘身高165啊，身材匀称，气质挺好，比同龄人显得年轻一点。她来了之后啊，人家也是丝毫不墨迹啊，先说自己择偶要求，问我有没有合适的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浪费时间了。然后她就开始说呀，哔哩哔哩一大串啊，年龄小5岁以内，这个身高175以上，学历硕士以上，工作体面。年收入不能低于20万，医生和公务员优先考虑，市中心有房130平以上，还得全款，独生子，父母城市户口，有退休有存款，又补充了一句啊，情商高会哄女人开心的。他说完这些条件，哎呀，我都觉得我顿时找不着东南西北了呀。他说的这些条件啊，不需要全部满足，只需要同时满足6个条件就可以安排时间去见面。这口气啊，我直接是揍了门口刺猬一顿啊，看门没给我看好啊。当然呢，我也是发自肺腑的佩服啊，这是少有的人才啊。做人呢，咱还是务实一点，你不要太依赖别人，靠自己也不是不行啊。你看我在拼多多最近搞活动啊，1块钱我就抢到了2023元的恋爱津贴，直接打款到我的账户，完全没有提现门槛，而且还不用拉人头。这次是真的靠自己啊，是撸到了大羊毛。这下出去啊，吃吃喝喝呀，或者旅个游啊，真的美得很。有机会咱就抢，活动链接啊，给你放到视频下方了，能看到链接啊，就说明钱还有，赶紧冲。那过了这个村啊，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问他有房没有，他说没有，男人有就可以。有存款没有，他说有，2万现金外加信用卡额度9万就可以用。这话一出啊，整得我哭笑不得，那我有钱。有车没有，他说有一辆2手代步车啊，市场价值2万。有学历没有，函授本科，目前正在提升学历啊，准备考在职研究生。问他父母做什么，他说在老家镇上做早餐生意的。那有退休养老保障没有，
他说有农村合作医疗啊，交的是最高档，有养老退休，每年交1000啊，这60周岁之后可以领钱。是独生的嘛，有一个哥哥和妹妹啊，都已经成家。听完这些条件，我问他，我说你这条件哪来的底气啊？要找满足你6个要求的男人。他说前男友比他小了6岁啊，有车有房，1年50多万，工作体面，那家庭条件也很好。自己再找呀，不能找低于这个的，要不没有面子。我问他，那你们怎么没结婚呢？他说男方情商不够啊，分手了。他是要看情商的，会处理两性关系，能对他好，哄他开心。如果只是条件合适，对他又不好，他宁可不嫁呀，也不将就。我的娘啊，真的符合条件的都难找，还得要会哄人的。听完我说我帮不到你啊，这种男人我都没见过几个。你要是25、6岁，芳华正茂的，满脸胶原蛋白，能激发男人雄性荷尔蒙的年岁啊，或许还有机会。现在要啥啥没有，还幻想着白马王子1.8米的身高，20岁的年龄，那长得像胡歌，多金像思聪的男人。哎呀，你还幻想一下，天上掉下一个男人啊，他是你的救世主，让你能够挺直胸膛，在所有人面前宣布，我终于等来了天底下最好的男人，从天上掉吧。没有自我认知啊，妄想是最可怕的，这种我是最帮不到的。最后呢，这个姑娘说可以放低要求啊，说满足5条也行。我说我这边啊确实渺小，符合你3条的我都难找。她听完了转身就走了，说要去找别人给介绍了。38岁这个年龄段的女人啊，她本来是可以自带魅力的啊，咱就说聪明的，上得厅堂下得厨房，温柔在床，就这3招啊，能把男人拿捏得死死的。男人就是对这种女人的是无法抵挡啊，但绝大多数大龄剩女们啊都做不到，认知不清，挑三拣四，没本事又慕强，所以择偶范围无限变小。可能有的人真的不配结婚啊，只能活在幻想当中。好了，我要去给池里的王八和刺猬们开会了啊，最近不好好看门了。